1961年8月13日凌晨，东德建筑工人在士兵和警察的护卫下，开始在柏林市及其周边地区拆毁街道并竖起障碍物。这个夜晚标志着历史上最声名狼藉的分界线的诞生——柏林墙。柏林墙的建造持续了10几年，它穿过社区，拆散家庭，它不仅分隔了德国，更分裂了世界。为了理解这点，我们需要回顾一下第2次世界大战。美国、英国、法国与苏联联手对抗轴心国日本、意大利、德国。在他们打败了德国纳粹后，每个战胜国都夺取了德国的部分地区。地区瓜分一开始只是短暂的，但是美英法前联盟发现，他们对2战后的欧洲有着不同的前景展望。西方势力主张市场自由经济，但是苏联希望各邦国忠实地走社会主义道路，包括被削弱势力的德国。随着原联盟国关系的恶化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德国西边建立，苏联则在德国东侧建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。苏维埃政府限制西方贸易和人口迁徙，一道无形的不可逾越的墙因此形成，铁幕也由此而生。前德国首都柏林的情况尤为复杂。虽然柏林完全位于德国东边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，但战后协议赋予了盟国联合管理权，因此美英法在柏林西部地区建造了一个民主飞地。虽然东德人民被正式禁止离开东德地区，但是在柏林的人民只需要走路、坐地铁、电车或者巴士就能到达西德一侧，然后进入西德甚至其他地区旅游。这个开放的边界给东德领导者带来了一个问题，他们进一步强化了共产主义主张，强烈抵制希特勒，把西德描述成纳粹主义的延续。在美国和其联盟国大量投资西德重建的时候，苏联政府则不断从东德获取资源，作为战后补偿，这使得苏联的计划经济更缺乏竞争性。东德人民无不生活在斯塔西的法眼下，这个秘密警察组织利用窃听器和线人监视人民，以防任何一点的背叛。虽然东德有免费的医疗保健和教育，西德却有更高的工资、更多消费品和更大的人身自由。到1961年，大约有350万人，将近20%的东德人口逃离东德，包括年轻的专业人士。为了防止进一步的流失，东德政府决定封闭边境线，这就是柏林墙开始的地方。柏林市内长达43公里，加上贯穿其他东德地区长达112公里的柏林墙，一开始是由带刺铁丝网和带有网孔的栅栏组成。仍有一些柏林人要么跳过铁丝网，要么跳窗逃离东德。但是随着城墙的建立，这种逃离方式变得更加困难。到1965年，106公里长、3.6米高的混凝土城墙建成，城墙上方附有顺滑的管道来防止攀爬。在接下来的几年里，钉刺带、警卫犬甚至地雷都被用来加强城墙的防御力。此外，还有302个瞭望台和20个地堡昼夜巡视。在城墙后面还有一个由平行的栅栏围成的宽100米的死亡带，在那里所有的建筑都被拆除，地标被沙子覆盖，为成百上千的警卫提供清晰的视线。这些警卫被命令枪杀任何一个想逃跑的人。尽管如此，1961到1989年间，还有大约5000人成功逃离了东德。其中一些人是外交官或者运动员，他们在出国的时候叛逃，但是剩下的都是普通百姓，他们挖地道、游泳横穿运河、乘坐热气球，甚至开着偷来的坦克冲破界限。但是风险依然很高，超过138人在试图逃离时丧命。西德人民眼睁睁地望着那些被枪杀的逃跑者，却爱莫能助。柏林墙防止了劳动力流失，以此巩固了东德的经济，但是损毁了他的名誉，因此成为了共产主义剥削的全球性象征。作为和东德和解的一部分，1972年的基础条约在实际上承认了东德的存在，但是西德仍抱有最终统一的希望。虽然东边的政权逐渐允许亲属探望，但他用复杂的申请过程和高昂的费用，试图阻拦人们行使这个权利。尽管如此，还是吸引了大批申请者。
在80年代末，其他的东边区域政权的自由化，导致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，旨在寻求自由探视和民主。1989年11月9日晚上，东德试图通过简化旅行许可证来缓和紧张关系，但是通告却使成千上万的东柏林人民穿过重重障碍来到柏林墙，强迫被惊吓到的警卫立即打开大门。伴随着两边人民在城墙上欢呼，激动万分的人群纷纷涌入西柏林，还有一些人开始使用他们能找到的任何工具来拆除城墙。虽然一开始警卫还试图维持秩序，但是很快他们明白，多年的东西隔离已经结束。40年后，在1990年的10月，德国正式统一，苏维埃政权随后很快没落。今天，部分城墙依旧挺立在那儿，成为了一种警示。任何人为对自由设置的障碍，我们都能将其拆除。如果您热爱学习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。每周我们会发布各种内容的新视频，包括双语大脑的益处、丝绸之路的历史。敬请继续关注，永葆探索热情。